是给不得的。狂铁先前也用过了嘛。看这个选边，狼队红色方，红色方那班位就是狂铁加鲁大，然后 LGD 一手盾山，一手空空耳，这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在一楼位值得先抢的英雄，就得看一些公有英雄池了。公有英雄池上面，就单拿中路来讲的话，公有英雄池有一个值得一抢的是海月。对，米苏今天2把野核全赢了。作为年轻的打野小将，米苏来讲，还有老虎，可以做选择。就是如果环境比较好的话，飞也可以考虑的。对，然后在红色方的重庆狼队的话，他在这个第5局红色方，他是可以还有一套体系直接一起锁的，就是朵利亚加杨戬。对，这是大家公有的英雄，但是蓝色方的杭州游 GDMW 他是选不了的。但是婉婉的杨戬在去年1整年当中拿了9把，只赢了2把。去了狼队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去做这个选择。对，狂铁鲁班大师狼队锁班位的，然后盾山空空儿也是 LGD 锁班位的。看 LGD 这一楼拿什么，绝对会是个公有英雄。5为止各知道。圆坦大家都没用的啊。这个圆坦先抢掉。圆坦抢掉，后面如果狼队拿杨戬加朵利亚，那 LGD 直接亮手海月，圆坦加海月这个组合去跟朵利亚杨戬打的话，还是很有机会的。戈亚，倒在招牌英雄。先拿一个自信的。放马过来吧。夏侯惇，弹野打弹野了。夏侯惇的话也可以配朵利亚。夏侯惇确实婉婉在去年的胜率比较高，15把赢了9把。习惯就好。少思源加圆坦，这已经准备好跟朵利亚夏侯打拉扯了。看这3楼位海月要不要出？拿公孙离，拿公孙离了。公孙离也打转线，对，顺带配一手少素媛。那这样中路有可能会考虑手甄姬，但甄姬胜率很低啊。选甄姬的话，就阵容强度又是得往后期走了，就看前期能不能撑。但是也符合公孙离可以走到中，甄姬放下抗压。你的耳朵没有这个福分。甄姬现在基本上都不会太过多的去考虑它，一般不考虑甄姬的情况就是拿安琪拉。直接一点，来点伤害。其实，在挑杯的时候，甄姬的出场次数就不高了，13把，但是胜率还可以，赢了8把。但现在就是在训练赛各个维度来讲的话，甄姬大家其实都不会怎么去考虑选，包括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甄姬出场率也很低。而且拿甄姬一定要考虑把女娲给ban了。关羽冲戈亚太好冲了。一直在ban小洛的关羽，自己用过1把关羽之后就没有再放给过小洛。剩下的就看狼队他的一个中路和边路的一个配置了。边路的配置其实挺多的，4公正、夏洛特、曹操，这些都有。西施是要ban的，对，毕竟是圆坦嘛，最怕的就是这个点了。对，西施打圆坦好打，跟夏侯惇也好配合。现在狼队这边是双大夏侯，双大戈亚，看中轴要不要再配一个能双大的。狼队搬了个马超，搬马超的话，那么狼队这把在边路的选择上将会是曹操或者尹。曹操或尹这2个就是打马超不好打，但是切公孙离很好切的。现在马超一般这2英雄怎么着都能选一个。LGD 班位上是搬了个海月，就马超太好拉扯这2个英雄了，海月搬了，但是 LGD 班位已经不够了。小乔一般，小乔也是可以跟少素媛做 combo 的，但现在少素媛的 combo 英雄还是有的。看 LGD 最后一个班位是给谁？给了女娲，给了女娲，有可能想拿甄姬。对，这双大女娲这个时候就更不能放了。而 LGD 他如果面对狼队出尹的情况，他的边路选择上很难打，因为他没夏洛特了。对，他先拿，他不拿的话要被抢的。是的 ，LGD 又没夏洛特，又没曹操，4公正也用了，狂铁被ban了，这种打单线厉害的都没了。那现在尹选出来很难解。对，其实刚刚镜头给到小洛的时候，小洛其实就应该有在沟通这把的英雄的问题，看他拿什么。关羽也被ban了，马超也被ban了，狂铁也被ban了。如果打尹，
你想要拿点优势，只有达摩孙策。但达摩胜率在去年拿出来的次数不多，胜率也不高。魔法为我而存在。甄姬太弱，还是选安琪拉。安琪拉。看 LGD， 小罗这个点，最后拿什么？抉择一下，达摩还是孙策？只剩这俩英雄。达摩上个赛季小罗拿了5把，就去年啊，不是上个赛季，去年一整年只拿了5把。但是赢的还好，赢了3把，还行。那这个安琪拉的选择上就是跟达摩是匹配的，一方面是达摩和安琪拉好接近的，另外一方面自己选了安琪拉，狼队就选不了安琪拉了。对，狼队就没办法在中路位配一个好下圆弹血量，同时还不怕被达摩先手的英雄。那就是姜子牙呗，今天也不是没见过。对，姜子牙就慢慢的烫你圆弹，对，然后打公孙离也挺不错的。那一把好像拿出来也是这么打的。是的，如果时间拖得越久的话，给戈亚封个神。把米苏的圆坦配达摩，那这把其实对于小九的考验还是蛮大的。这公孙离，首先是在对线上，他可能前期还是要跟戈亚避一避，有点小难受啊。然后团战方面有个姜子牙可以卡他上前消耗，然后影卡他回闪，直接去爆他。这把如果公孙离的环境被限制了，那这把 LGD 会面临着输出不够的问题。不能指望公孙离，这把 LGD 他就只能指望他们中野辅了。这安琪拉少苏源还是很强的，尤其是这个节奏打开。是的，安琪拉少苏源肯定是比姜子牙和朵莉亚在前期强很多的。对。这把如果前期的节奏不打开，那就跟我们今天前面看到的那把影一样，你这个影团战直接给你双后排爆了，你也没什么办法。是的，他只要把你的公孙离爆掉。那 LGD 其实团战就没有持续能力了。姜子牙挂一个1，给个2，夏侯在旁边当个保镖，那戈亚也很难死。九尾是这把里面压力比较大的，他是要通过这个点去建立优势的，因为小九真的没办法，这支英雄选出来，对方的阵容太针对了。九尾的安琪拉。还要期待一下，对，然后小洛的达摩也是一个无奈之举，没有其他好用的对抗路，只能拿一个有点强度可以撑一下他们前期，同时团战的时候给上点控制，就能拿的都在班位上。对，这把小洛达摩应该是要做输出的，要做点输出装，考虑在侧翼进场的时候一拳给戈亚上墙秒了。对，在红色方。狼队的第5把的 BP 做的还是很周全的，都顾及到了，既 BP 上限制了小洛，也在这个英雄团战层面的输出能力上限制了小九。这把 BO5的最终赢家到底是谁？是杭州 LGD MBW 拿到开门红，还是重庆狼队获得赛季的首胜？让我们进入比赛。我是九瓶子，我是解柔黄超，比赛开始。初心荣耀，初心荣耀，生而无畏，生而无畏，生而无畏。开局这应该是追线追抓到了，对，抓对线想换想避，但是狼队猜到了，对，抓对线直接在上路射辅对到了一起，下路是达摩跟影碰头。人家发育路跑到了对抗路来对线了，子焕再直接来帮一手上。今天子焕是一直在帮对抗路，不管你对抗路放的是射手还是战士。对，他们是想拿上半图的优势之后来控那个传送阵。是的。再把线一运，回头去拿回旋之灵。九尾刚才应该是下路 gank 了一波，逼了一波蜻蜓闪现。LGD 这边就是九尾一直在帮小洛，不管是小洛在上还是在下，都是帮小洛。对的。米苏的第一视角，对吧？圆坦，今天他2把坦克属性的打野都没有能够获得胜利，看这一把的圆坦能不能赢下来。哎，他蓝 buff 呢？蓝 buff
看一下，在小在小九身上帮他打的时候不小心，行吧，没给对面就好，是吧？这时候只能安慰自己了。被打断，10几秒的冷却很难受。这有的跑了，那不如留上吃一波上吧。想要3个人并着一块儿跑中吗？把公孙离1个人留上了，让邵思源跟着。小洛没到4，这波到4往往就危险了。狼队强得很轻松啊，兄弟。毕竟带着射手抢线的，而且安琪拉才教完一套。看此换了，弹一下，拿到。继续帮米苏提速。这时候看安琪拉和达摩怎么找机会了。达摩这位置已经蹲到，怎么说要出手吗？不想打这个有大招的影。就算是把他杀了，他大招被动触发，他站起来也有一个闪，很难杀。而且那个位置上去，达摩就是要打的话，是有一个减伤，就是野区的保护机制在的。对的。这个蓝拿到了。姜子牙真就住在上路了，一直在上半区域晃。但是老实讲啊，狼队这么玩的话 ，LGD 找不到机会啊。他这个中野辅找不到任何的机会去打掉点、打击杀。你这么拖着拖着就不好打了。看这一波，这波安琪拉是已经提前落位了，想蹲一下。中右站住，往左草挤，去找人。这波把中左的视野打开之后，上路可以压。但现在朵莉亚是看到人就跑了，再砸一下。上路，戈亚是直接交闪。对，小鹿也是交闪的。这波双边连线没打出效果来。安琪拉一套下火盾直接上去给大招拍一下，砸完之后再来一个大招。圆坦交大招往回退，那龙的话，狼队就有的打了。赶了一波红后草的人，狼队控到了第一条暴君。九尾现在伤害是不足以威胁到婉婉的身体，还要等装备，要等安琪拉梦魇之牙，梦魇有了，然后看米苏这里也是要等个火甲，要等个红莲斗篷。这波红 buff 已经给小九了，因为小九已经做出了电刀。这波看要不要换上半图，但是狼队也在往上半图打。但是潦草一波起火，小洛和九尾终于 combo 起来了。中路也打出优势，中路是个3打2，那可以进野区。对，米苏有惩击，还有3秒，2秒钟，红刷了，直接闪现过来追上去，一个2技能接大招，一波秒掉了信，又是九尾，然后紧接着夏侯惇在人群里面。这一波姜子牙3段波到了米苏，将米苏给拿下，夏侯惇再给一个拍，达摩这波2技能想回血，但是夏侯惇跟过去再收一下，一波将 LGD 3个人击杀，圆坦上头了呀！哇，米苏刚才这一波再想打，直接是把刚拿到的大好优势给送出去了。其实刚刚把青青击杀完，然后野区红刷新，然后这一波九尾的回头闪现2技能定，然后击杀了信，等于是让夏侯惇这一波在红区的防守战上是失去了双大能力。然后即便是青青一会儿要活，但是 LGD 把这波中轴线权稳住之后，他们还可以继续再进到这波红区的。只要米苏不贪的话，招呼一下队友，把这个红 buff 一反，然后剩下家里资源一拿，就是稳稳的赚。一技能大招，然后安琪拉、小洛和九尾连线小尾连线，没错啊。然后这里小仔抓到机会，九尾果断闪现过去跟2，然后给个大招，就到这里，点到为止。对，别打了。对。这时候其实夏侯惇也是残的，但是因为姜子牙在身后为了这个1、2加戈亚的黑纱爆弹把伤害全部灌满，把他们的集中点
伤害全部打进去了。而且很关键的一个点是，达摩和安琪拉在技能的真空期，对，你没有剩下的技能去击杀这个夏侯。 他是一套流啊。还是年轻选手经验上的不足吧。想法上刚才是能理解，想穿墙就跳墙，然后把夏侯顶过来，对，但考虑的不够周到。现阶段公孙离这个装备是真打他打不动，有点穷。夏侯惇大招锁，公孙离直接摧残走人。上路线断掉了。现在狼队就很优势了。狼队要打进攻了，先让婉婉去卖一手。打完一波，小仔交了闪现往回退的，正面根本就没有办法集火掉婉婉。只要你集火婉婉，你烧素颜过来、元坦过来、达摩过来也好，接下来迎接你的就是姜子牙的1、2和戈亚的黑沙爆弹。 而且还要得注意点配合。刚才在2塔前面这个窄口 ，LGD 想去消耗这个婉婉的时候，安琪拉的弹道是对的，技能弹道完全正确，但是元坦给他顶了一下，顶走了。对，把夏侯顶开了安琪拉的这个技能范围，这就是默契度问题，很尴尬。训练赛多练就好了。看婉婉大招要直接配合留人，这波姜子牙给到伤害，再一拍，再一锁，没办法，双大直接控死了米苏。 达摩在这里被追击，夏侯惇第2段拍不到了，但是可以进蓝区反蓝 buff。越打越顺。阵容就是越打越厉害。实时预测，杭州GDMW 是8个人看好，重庆狼队17个。目前狼队也有一个快5000的经济优势。达摩过来一拳，打了轻轻，今天直接回头大招反打，将小洛给击杀，自己还能够退出去。但是公孙离虽然带着红 buff， 但粘不住人了。这波没上墙，他应该是想封神封了道仔。 封射手没什么问题。刚才小洛应该是想把千金上墙之后复刻在上路的那一波跟九尾之间的配合，让安琪拉去接一套213。婉婉的伤害占比、承伤占比26.1%和42.2%，能扛能打。一个7000经济的夏侯，刚才4600经济的安琪拉打夏侯身上一套只掉1/3血。他抵抗鞋加红莲加上不死鸟，你是打不动他。10分钟龙刷新，但是 LGD 的人出不来。他们现在想出来拿个 buff 都得看狼队的脸色。虽然很难打，但到这个局面还真得靠一下小九了。这就是射手的作用，你要能兜局势。但公孙离这把真的很难兜，不是说小九不想兜，太难兜了啊！有个青青团战肯定是要盯他的。对，然后还有个姜子牙，你进去一不小心吃个不明 AOE， 公孙离就暴毙了。再加上小九没钱，还得再发育一会儿。对位差了1000块。 或者看小洛达摩，达摩来能不能来一波神级进场？安琪拉交大招清下路的兵线，要强拆，有婉婉顶着，道仔在后面稳稳的推。哇，拆掉了，硬顶安琪拉伤害，现在走位需求都不是很大了。 6000多的经济差呀。 中路高地塔守不住，安琪拉交完技能之后只能交闪现，要不然被黑沙爆弹给爆死。达摩这波贴到了，但是被拉开了距离，到底交出闪现，然后回头反打一技能飘死了米苏。进场是不错，但在进场打的这一下，安琪拉和公孙离都因为上一波回家补状态了，没人能给到输出。
婉婉真的太硬了，这个夏侯。 夏侯惇大招锁到一技能，再拍一下，达摩拉开距离，但是又是一个一技能躲着姜子牙的二技能，不过没有用，被道仔拉开距离之后回头反点死。邵思源上去踢一脚一回来，但是加没了，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3比2战胜了杭州 LGD NBW 的第一个大场积分。这对于狼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场胜利，因为他们这场。